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在湖北利川，就是湖北恩施，刚刚从重庆过来。现在最近呢，我可能都在湖北利川这边、恩施这边转一转。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个非常独特的景区——腾龙洞。那这个景区呢，是一个天然的洞穴，听说里面呢也差不多有60公里的长。我们前段时间去四川还有重庆那些洞穴看了一下，不敢往里面走。然后这个腾龙洞呢，我们就敢往里面走，还有可以直升机可以起飞降落。现在就去里面看一看。现在已经进入景区了，这里有些栈道，腾龙洞还在前面一点点，下面是一条水流非常急的河。看看里面的环境，真的是像波涛汹涌一样的，水流非常急。先看看这条河流急不急？它这里属于清江，是长江的支流之一。看到这个水非常湍急啊，洪水就跟看到黄河瀑布一样的。看到没有？从这里一直流下去，就变成了地下暗河。我现在是沿着这个悬崖栈道往里面走，去看一下最大的那个洞穴。那个洞穴才是腾龙洞的核心。现在一直往前走，这个下面就是波涛汹涌的河流。走在这里还能跟下雨一样的。它这个洞呢，常年温度差不多，所以呢，经常会滴水下来，跟下雨一样的。我们在这个地方看一下这个河流，看看上面那里。惊险刺激吧！北方的朋友可能看到这个地方以为是涨洪水了，其实这里就是一个景区而已。假如说一个动物或者什么其他冲到这个水里面去，马上就没有影子了。所以现在这里是不让人下去的，因为比较危险。现在过了那条河流，相对来讲的话，比较安静一点。刚才那条河流洪水太大，非常吵。现在快到景区的核心建筑了。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腾龙洞的主洞口，也叫腾龙洞。这个洞口呢，大概高度的话是74米，宽度的话也是60多米，所以这个地方呢能够容纳20辆卡车并排驶入，并且这个地方直升机也可以在起飞降落，所以说了不起吧。还有呢，旁边有热气球。今天可能现在没有吧，还是不知道飞走了。反正网上是能看到有热气球，所以这个地方非常庞大。是现在发现的中国400多个旅游洞穴中，腾龙洞是规模最为宏大的一个。里面洞穴总的长度是59.8公里，洞穴总面积是200多万平方米，中年14到18度。看到没有？全是巨大无比的石头。那这里呢，还有一些热气球的。那热气球不知道是在哪里起飞，反正的话是非常震撼。我们现在往里面走，里面听说还有观光车，就是在这个景区啊，因为它是龙洞有几十公里，这些洞口上面的石头，有些都像人工开凿的一样的，但是确实不是。热气球应该是在这里乘坐，我们能够看到前方有一些热气球的工具。就这个，大家乘坐过热气球没有？我是没有乘坐过，但是我看过。其实现在好多景区有，甘肃比较代表性的张掖就有热气球。在前方，大家发现没有？有几块石头，那这个石头可不一般，它这个石头是远古时期沉于水土之中形成的阴沉木。阴沉木材质坚硬，香味独特，被认为是宝物神器。经常大家看那些一些关于风水的小说，就能够证明这些阴沉木是比较珍贵的。在很早很早以前，这里呢其实也是一条河床，就是一条暗河吧，水从里面流出来，然后形成现在这种河床。顺便给大家解释一个东西，这个腾龙洞景区呢，我也是用年卡进来的。给大家说一下，来到湖北啊，大家如果要玩这些比较著名的景区，大家还是买一张湖北的旅游年卡。它呢包括湖北的很多景点，像我在利川这里，包括腾龙洞、玉龙洞，还有那个土司城，这些都包括了。所以说有一个年卡还是方便的。大家可能也可以看到，我最近很多视频都是走的景区，
我就买了年卡，湖北的旅游年卡，还有全国的旅游年卡，我都买了。那很多人会问，这个景区的年卡怎么买？到时候我单独做一期视频给大家讲解一下，我用的是哪些年卡吧。这里是什么？一个小瀑布吗？走到这个洞内，大家是不是感觉不一样？五光十色的。看到我这里没有？大家看一下，这里都不叫滴水了，纯粹是下雨了，而且是大雨流下来的，从山顶上面。那个地方就是洞口，在这样的话，我们就能够明显感觉得出来，那个洞口到底有多大，感觉都跟背后面的山差不多高度了。我们说句实话，你像这些洞是开发成景区，你才能在里面来走。你如果像很多山洞，我们去重庆也好，四川也好，那些几十公里的山洞没有开发成景区，你敢往里面走吗？完全不敢。看一下，这里有一个喊泉，大家都知道吧？就是说人站在这里一喊的话，那么旁边里面的泉水就喷涌而发。这个经常在视频里面看得到。看看里面的环境，它这里呢很多观光车，从这里面进去呢，可能路线很长，所以说在洞里面，我们说的可以起降飞机，可以过卡车，然后在洞里面还修了一条道路走观光车，这里是不是很奇特、与众不同吧？它这个洞其实从进来，然后转了一个弯进来，然后里面呢还有洞中洞，就洞内有洞。我们看一下，我们是在这个地方，那么洞内的电瓶车是到这个地方。我刚才问了工作人员，大概是往返的话就是6公里。现在我们往里面走一走，大家看一下，里面的观光车很多，我就不坐了，因为相对来讲的话，我也不走完。这些石洞呢，只要看里面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。你们不往里面走一点啊？坐观光车是吧？对。我刚才问你一下，观光车大概3公里，我就觉得还是走好一点。反正我是走，看你们。刚才碰到认识的几个人，也是来旅游的。给大家说一个东西，我们平时看到的很多溶洞都是入口比较大，然后到了里面越来越窄，对不对？但是这里呢，你看看，走了100多米还是这么深，高度这么高，可能到了里面才稍微小一点点。这个洞口非常大，几十米，所以说才能过卡车。这个是我迄今为止看到最神奇的洞，因为这个不可能是人工挖出来的，就是天然是这样的。我估计在很多年前，这个地方还有人居住，就像神农架，有可能还有野人在这里居住。当然，这是一个玩笑。这个就是电瓶车在往里面走。大家见过在洞穴里面的电瓶车没有？这个可能也是第一次见吧。看到的这些上面黑色的，不知道是不是蝙蝠，因为很多这样洞穴都是蝙蝠生长的好环境，就是天然的港湾，很多蝙蝠喜欢潮湿的地方。我们经常说走到一个洞穴里面会害怕，在这里呢就不用了，灯光也有，然后还有人，还有观光车。看看这些地方，洞穴里面还有洞，来这些地方还是值得的。门票是多少钱我都不知道，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地方。我们打个比方这样说，在这个地方现在是有灯光，里面是看起来非常漂亮。如果是在重庆或者是四川那种洞穴里面没有灯光，漆黑一片的话，这么庞大无比的洞穴，大家心里会什么感受？我可以这样说，吓得你绝对不敢走，因为这种里面稍微一点响声的话都会害怕，特别是你一个人探险。你如果是人多，可能还好一点。又看到观光车了，电瓶车，开得还挺快的，上面还有一些游客，价格是多少我也没问，反正很好玩。比较好玩的是有一个什么，我听说里面在洞内还有一座山起来，就是我们常说的山中有山。一般山是在陆地上面嘛，或者海里面，它这里是在山里面还有，这个没见过，准备去看看。到了这个地方，就不得不给大家说一下是什么。我们刚才说的一直寻找的，就是洞内有山，洞内的山就是这座山，神奇吧？
在这种天然的洞穴里面，长了一座山，而且最好玩的一个是什么？这个山对应的上面是一个穹顶，这个穹顶是螺旋式的向上升，这与众不同吧？就相当于我们说的对应对照一样的。螺旋顶的下面就是这样一座山，这个是叫做龙陵山。腾龙洞所以神奇，就是神奇在于洞内有洞，洞中有山。那这个山呢，就是一个传说，就是当年这个神龙洞的守护神神龙每5000年就来这里，我们说的脱皮换鳞。那么经过日积月累呢，就变成了这样一座龙陵山。关键龙陵山从这个下面到上面，我们刚才说了，有点像螺旋而上，那果真如此，对不对？像一个井一样的，从上面到下面，大概是118米，奇山怪石。这里面越来越凉快了，因为它室内的温度大概就12度到14度。刚刚在外面很多人还问要不要衣服，走到里面确实感觉还是非常凉快的。又到了一些与众不同的地方。我刚才看了一下那个上面的介绍，就是游览图，它那里面还有很多表演。那么这里有点像什么？像我们看到的什么，也可以说称为巨石阵嘛。说真的，来到这个地方，我确实感觉还是不错。因为毕竟作为一个景区，你看观光车能够弄成这个样子，还是挺好的。这又是一个观光车，在这里发现一个东西，就是这个石头有点像老寿星，就是在腾龙洞形成之时就有了。我这里就差不多逛完了，就不再往里面走了。它这里的观光车票是10块钱，我就坐观光车出去了，就不走路了。已经坐上观光车了，现在准备出发。我现在就是在观光车上面，里面的风非常大，坐在车上面很冷感觉。不过坐观光车比较快了，也就几分钟就到洞口了。长的龙洞我是第一次见，能够走到里面确实也非常不容易。其实平时的话，这样深的龙洞根本就不敢走这么长的。这个地方洞口是最窄小的，可能不到10米。再看看洞口，腾龙洞就是这样的，我们看完了。